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辛汤米娜老师，欢迎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寇乃馨老师，欢迎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涂磊老师，欢迎。了解一下他们要帮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。跟我老公是去年3月份认识，然后去年8月份领的证，预计的是今年5月份举行婚礼。从恋爱开始到现在，他就是心特别大，也没有说承担起一个丈夫该有的责任，然后我觉得特别累。如果说继续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如果你不承担责任，未来的日子该如何过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有请。李先生，28岁，来自浙江，业务经理；姚女士，33岁，来自浙江，客户经理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这个今年5月份要办婚礼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哦，现在有点焦虑了。对，领结婚证的时候为什么不焦虑？怎么办婚礼这事儿焦虑呢？因为总想着他能把他的缺点都改了嘛。哦，就是在领结婚证之前也发现了你先生有很多缺点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他都有哪些缺点啊？让你不满意啊？觉得？我就感觉他就是心特别大，这里面一点都没有我。哦，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听听好不好？打个比方吧，就是我们因为是同一个系统嘛，虽然是不同单位。但有的时候工作什么都是经常性是在一块儿的，比如说中午我们到了用餐时间，他也跟同事一块儿订饭，他也不会说帮我也订一份。就那次吵起来了，就是他跟他几个同事在里边办公室，他们在那边聊，回头到了饭点，他们自己点好了。但我明明就坐在外面办公室，他也没说出来问我一下。他们吃完了，回头出来问我，哎，你怎么还没吃饭呢？我是总以为他自己会点好的，都这么大人了是吗？听明白了，就这事儿。事情还很多啊，比如说下雨天出去打伞是吧？他永远就只打他自己那一边。就是我说你把伞拿过来一点嘛，我被雨淋到了。他说那我挪过去，那我被雨淋到了怎么办呢？真这么干啊，伙计？以后改嘛。就是前2天嘛，他还这样。就是那天他去开车嘛。回头他把他包给我了，我就提了他的包，我的包。回头我右手还提了一袋水果。回头他把车开过来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说不是他手里什么都没拿，他什么都没拿，你也别拿呀。那不拿你总不能扔那儿呀？扔那儿呗。反正他就是这样，然后回头不是我喊他把车门开一下是吧？回头我把东西放上车，人还没上车嘛，结果他就把车开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看到东西进去了嘛。误以为他人也进去了。哦，都。现在我想起那条新闻是真的了，说老公带老婆到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站，后来老公走了，开出去好，老婆没了。你是跟那模板来的是吧？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老婆没了的呀？跟他说话嘛，没人搭理我们，那我就发现他不在。哎呀，原来是没人搭理。姑娘以后坐进车里千万别搭理他，就让到处找你。你只要以后坐进车里往后排一坐，他一说话你一倒。看他急不急？你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推想一下，你们家现在家务活他都不干的吧？都不干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从小到大，以前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从来没干过这个嘛。哎呀，这个理由太坚实了。从小到大我都这样。那你不会，你可以学啊，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。那我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学嘛。你现在学会什么了，孩子？用洗衣机。学会了用洗衣机。哎呀，还会什么呀？别的还在学嘛，人。哦，还在学呢。碗您会洗吗？碗，不会。他不是不会，他是不愿意洗。反正他要吃完饭什么的，碗他就放那，他就说，哎，这碗我不会刷，你把碗刷了，他就这样子的。哎，你们家换灯泡什么的你会吗？不会。哎呀，你嫁了个什么人呢，孩子？那一开始总想着他能改嘛，因为他每次都说的，他说我会学，但是他就是光嘴巴说，他也从来不付诸于行动。就是前几个月嘛，我就出去旅游了，回到家里面就是一塌糊涂，他什么都不给你收拾，哪怕你说
动一下挪一下他都没有。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，哎呀，你赶紧把衣服洗了，我没衣服穿了。哎，你不是学会用洗衣机了吗？那个时候还没学会。前几天才学会的。你们家电视你会开吗？电视会开。哎呀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哎，你跟他从恋爱到结婚生过病吗？生过。对。那他肯定不会照顾喽。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，就现在会了。怎么教会的呢？之前嘛，就是有一次我胃疼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他说你自己去买点药吃是吧？他就这样。哦，你胃不舒服，他说你自己买药。对，但是他也不是说他不会照顾，因为他以前跟他前女友他不这样的。那他怎样呢？他前女友感个冒，他都是就是开1个小时多车就给人家送感冒药去。就这样，但是到了我这儿他就不这样。那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他自己跟我说的。你还老实坦白交代了啊！你评价一下你老婆吧。我觉得她有的时候嘛，一点点小事碰到嘛，就一定要跟我争，而且争了嘛，感觉她一定要争赢的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当初为什么要领结婚证呢？谁提出来要结婚的？谁能告诉我？他要催着我领证。哦，你为什么催着人家领证啊？我觉得他比较好，会照顾人。那你为什么同意嫁给他呢？一个连雨伞都不会给你打的男人。就是他每次就是说他没想到呀，或者说他就说他以前没干过这些啊，然后就说以后一定会改的。然后嘛，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期间，他确实感情上面还是比较专一的，就说也没有说跟别人怎么样，就这样。那我仅仅是因为他感情专一。对。啊，你过去谈过恋爱被伤害过是吗？是的。啊，就是因为感情不专一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就变成第一重要的是吧？那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说你对感情专一的话，最起码应该对家庭责任感这方面应该也是可以的。是这么推论的，他的逻辑是这么来的。那会儿就是追我的时候，其实还挺会照顾的。他就是，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上面啊，什么出去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啊，都是他来。出去攒业或者怎么样，也都是他干苦力活啊，他帮我扛桌子呀，干嘛都挺好的。但是在一起之后吧，就越来越不行了，就慢慢就什么也不干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你是不会呢，还是有点懒啊？那应该是懒吧。哦，懒啊！哦，这次说了实话了。那我觉得就是他心里面没我。我问一下，今天您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，姑娘？我就想知道，既然你说你爱我，也一直说坚持说跟我在一块儿，但是你为什么忽略我的感受，也不帮我承担这些你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？我以前一直在跟父母住的，一直都是由父母照顾的，好多事情也确实不会做，感觉刚跟你结婚的时候，那好多事情也不是很适应。我现在不是慢慢开始在学嘛，有的事情。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是，不怪我，怪我爸妈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我承认我都错了，但是我不是主观故意的啊，要怪我爸妈。哎，我问问啊，这个他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一辈子改不了了，还过吗这日子？你要真一辈子都改不了的话，那你能接受我不爱你，但是还跟你在一起吗？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再多的感情，总会在这些小事中慢慢磨灭的。也许以后，到时间长了，几年以后，可能就剩下责任，可能有了孩子以后就剩下亲情。就这样的婚姻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肯定不能接受啊。那所以啊，那你又不改？我这次一定会改的嘛。啊，这女生这问题好尖锐啊！从此以后，你等着啊。哼，你们俩讨论过生孩子吗？讨论过。肯定都有规划的。怎么规划的呀？什么时候要吧？今年嘛。今年就要啊？谁带呀？我妈带。啊？他每次就是这样，就是一碰到事情，就是说，我说哎呀，家里面什么事情，哎呀不行，就我妈嘛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爸妈怎么样？那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，你父母年纪也大了，是吧？你妈身体也不好，你不可能什么时候你总想着你父母来，然后你自己你就不去做。累吗，姑娘？累，感觉特别辛苦。是的。面对这样一种婚姻关系，他们应该作何调整呢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刚女生在问男生说，如果将来婚姻里头没有爱情，他还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？吓了一跳。你要知道，他嘴上说
他不喜欢这样的，但他心里开心死了，因为你接下来补充的是你在婚姻中依然对他负有责任，你依然会对他好，对孩子好，你依然扛起全部家庭。我相信他爱你，但是他爱的是你提供的方便，他不是爱你本人。你还好意思站在这里说我什么都不会？你在10岁以前有资格说我不会，那么你有一点太娇惯了。你在18岁的时候你还不会，说明什么？你甚至都没有打算让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。当你已经娶了一个媳妇儿的时候，你却说我要慢慢来，我慢慢学，我改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有什么资格做丈夫？你有什么资格做父亲呢？如果你老婆现在问你的是，以后我天天不在家，你能否学会自己做1日3餐，并且洗好碗，并且打扫好房间，能吗？能。能的话，我给您。能的话，他会把他妈叫来的。对，他还会叫外卖。不叫妈，不叫外卖，能吗？能。你说的哈，我一般从来不会建议说小两口吵架女的回娘家去，但我觉得对待您这样的丈夫，您需要给他的就是一个空白期，让他在没有任何人援手的情况下，看看能否独立生存。如果自己都不能够独立生存，你就别指望他能够像你的男人。说完了。好，谢谢米娜老师。李先生，请问您刚刚站在这儿，从你的太太在这边说你平常如何，什么事儿都不做，一直到呢米娜老师刚刚这样说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丢脸？有。你知道，当你在这儿说了好几次我不会，我在学了，我觉得你没有觉得丢脸。我告诉你，婚姻也是一场竞赛。你老婆现在对于呢跟你领了证这件事情极其后悔，对于呢要不要办婚礼非常犹豫，还说什么哎呀有一天如果我的婚姻里面没有爱情，你还要不要跟我过日子啊？干嘛过日子啊？亲爱的，都没爱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跑？我对他生完气就对你生气，他会继续这样，有一半是你责任。他说他不会，压着他学会呀，这一关没有过，不要到下一课。我就不相信有人会笨到连洗碗都不会，这有多难啊？换灯泡有多难？这不是懒的问题，你就欺负人，你好不好意思你？然后你还要跟他1年内生孩子，你疯了呀？你现在灯泡都要自己换了，以后孩子肯定你一个人带啊，你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呢？你如果再学不会这些事情，没有竞争力，我劝他赶快跑。我看看还有没有下一个女人敢捡你。所以亲爱的，你不训练他，那你就承担吧；你不跑，那就活该你倒霉。我讲完了。好，谢谢耐心啊。你今天站在这儿跟我们说你不会，我儿子17个月，他也会按洗衣机的那个开关，17个月的孩子都会按。你28岁前几天才学会，洗碗更简单，我教你啊，水龙头打开，碗放下面，放点洗碗精，刷一刷，水冲一冲，好了。学不会吗？你说你懒，确实是懒。有一个懒到境界说，哎呀，我懒得去关灯，所以我床头放一副墨镜。我觉得你应该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，你知道吗？眼罩都不要了，直接上墨镜。我觉得我形容的就是你给我的这种直观感受。然后你找了一个大你5岁的妻子，为什么？因为找回家里可以干活，当保姆。我印象很深，你跟我们大家说，啊，我父母就一直照顾，人家不是父母照顾大的吗？人家凭什么嫁给你，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什么活都干？再来，我们讲说妻子做家务这件事情，美国有一个调查，就是在家庭当中，妻子承担全部或者是大部分的家务的家庭，幸福指数都非常的低。而且现在男女平等，大家都出去工作赚钱，凭什么女人就要做全部的家务？你就躺在那玩手机看电视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希望你能做调整，给到你的爱情建议就是，对待爱人要把他想在前面，他吃没吃饭，上没上车，淋没淋雨。对待家庭要承担责任，分担家务。对待未来要改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祝福你们，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不想被疼爱的，也没有谁是不懂得疼人的。关键是看他想不想做。
如果他不想做，说明他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付出。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，如果你持续这样下去，将来你能够接受一个不爱你的我吗？你说这样的话，说明你有这样的潜意识，像极了一类妇女是为了孩子而活着的。老公不爱我没有关系，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没关系，我只要有孩子，我就能活着。但是你不能这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的日子，你这会儿你还只需要做家务。你想想看，自己左手抱着孩子，右手在医院打点滴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自己怀胎10月，连翻个身都困难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呼呼大睡，根本不顾你的死活，你怎么办？难道你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去产检吗？去了又回来，自己到一个人到医院去挂号吗？自己一个人坐月子吗？你跟守寡有什么区别？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想到此情此景，内心会不会心疼你？我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，其实今天是谈到了底线的问题，只想对男生说，一个男人老说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是很没面子的事情。注意，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，只是你太懒，懒到不尊重别人，欺负人。拜托你有点准则，绝对不能生孩子啊！现在听明白了没有？至少有一点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作为一个妻子，在生活当中应该享有一定的权利，明不明白？不要丧失自己的基本权利，但至少现在不能要孩子，否则的话是3个人的痛苦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30岁不是出嫁的极限，与其嫁这么一个老公或者那样的老公，那还真不如一个人过得快乐和逍遥。这应该是现代的父母对现代的孩子说的一段话，尤其是有女儿的人，啊，别催着孩子去嫁，别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就给他们巨大的压力，所以最后嫁成什么样了呢？其实，这个选题让我们大家前面是笑，你深度想下去特别的心酸。男生啊，你要长大了，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听明白了吗？米丹老师说那个主意特别对。5月份的婚礼吧，能把家里面差不多打理好了，看到个样子了，态度真的表达出来了，咱再办那个婚礼。否则婚礼都可以不用办啊。当然你说我还爱他，我还愿意帮助他，我还想给我们这个婚姻一剂猛药，今天真的别出来，一定要让他感受一下失去一样东西的痛苦，让他去奋进。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刺激到他，我觉得这也就到尽头了吧。记住了吗？所以你的态度很重要啊，自己掂量好不好？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以前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可能我一直都是父母照顾的，很多事情都不懂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以后家里家务活，洗衣服啊、洗碗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做的。那些换灯泡啊，这些事情我也都会学的。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好吗？我以后绝对不会像以前这样子了。但是你同样的话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，每次吵架你都是这样说，到后面你也没改。这一次我真的会改了。但是你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改好啊。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很对。好，时间到啊，不用总结我们老师说的对不对了，你现实生活里能改就行了。回去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就是我想给我老婆一个惊喜。不是送花吗？你送呗，这不叫惊喜，拿去呗啊！我都看见了。亲爱的，以前我知道是我一直不对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以后我一定好好改正这些之前的这些毛病。你原谅我好吧？
我要是你，我就说改好了你再来找我，花还他。请回吧，两位。请关门。好，请开门。好吧，你愿意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你会用洗衣机吗？你也会用啊，不错，回去吧。来，见证属于他们俩的幸福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这些缺点一定都会好好改正的，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原谅我好吗？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谢谢，亲爱的。快点长大吧，祝你们成长吧。我不用幸福了啊，先成长再幸福。来，请回两位，谢谢你们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请回，请回。其实刚才脑子里面还在想事儿呢，我在想哈，我说，如果一束花可以让你原谅一个男人在雨中独自打伞而把你丢在一边，如果一束花可以让你原谅一个男人独自开车而去把你丢在路边，那么你到底是一个女人，还是一个喜欢花蜜的小蜜蜂呢？各位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。我们俩在一起快3年了，从校园爱情走向社会，这个期间里面有快乐，有吵闹，每次因为一些小事吵架，我们都会把它升级成大的矛盾。我慢慢的发现，他的眼里购物、化妆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可能在他的未来规划里面，根本没有考虑我。我们总会因为对彼此的付出多少而争吵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样时刻计算的爱情该怎么走下去。一段斤斤计较的爱情，到底斤斤计较到什么程度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，23岁，来自山西，培训老师；女嘉宾李女士，22岁，来自山东，培训老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天谁要来啊？主要是我想来。怎么就算计了呢？就斤斤计较了？怎么了？因为我们从大学校园开始认识的，从毕业一直到现在步入社会，我们两个交往了快3年的时间，这3年当中，每次吵闹之后，他总能把一些小事儿，然后演化成大的矛盾，然后跟我去吵。而且我毕业之后，我为了他留在山东，然后就是想跟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一起去规划我们的以后。但是我慢慢的发现，可能我到现在为止，我依然不在他未来的规划当中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了一个问题，是怎么斤斤计较的？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？我没听懂。就是去年他过生日嘛，他让我去陪他晚上去吃饭，晚上也订好餐厅了，但是那天公司正好加班，然后我实在是抽不开身，我就临下班之前，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加班，咱们明天再补过生日行不行？然后他在电话里面还是对我大吵大闹的。当时我周围那么多的同事都听见了，让我就觉得特别没有面子，我就当时就挂了电话了。然后晚上临下班之前，我看微信朋友圈，然后他和另外一个男生去吃饭，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觉得他是故意气我的。那天是我生日，订好餐厅了，他说他临时要加班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说顺延，人家不给我们顺延，是不是就浪费了？而且他从告诉我说他加班开始，到他11点多钟回到家，这期间过程当中没有给我发过一个短信，也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所以就换一个人陪你去？不是，那个男生他也认识，我们不是说他想的那种关系。我们没说什么关系，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跟那男生吃饭，就想问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不是生气吗？谁让你不陪我呢？而且不是，我特关心下面是怎么评论的，啊，换男朋友了。
哎，怎么小张没来？哦，老王在陪你吃饭，是这样点评的吗？我很好奇这个评论，因为我相信这个评论一定不是常规的点个赞，大家会觉得里面含义太多了。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大家是怎么评论的呢？就不认识的就问这是谁啊？对呀，大家都在问这是谁呀？为什么大家要问呢？这就是他在意的地方，因为日子特殊，他是你的男朋友，你们的朋友都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，当然他会介意嘛，人之常情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接着诉苦吧。还有就是他特别花钱大手大脚的，花钱大手，然后他特别喜欢买鞋，他基本上1个月要买2、3双鞋，到现在为止鞋柜里面都放不下他的鞋了。你说你买那么多双鞋，你干嘛呀？我说他不听，然后花谁的钱？花他的钱，那钱不够了，他又问他父母要。那谁还没有个兴趣爱好？我那鞋也不是很贵，就是几十块钱、几百块钱那种。男生是要说他的一个消费态度是吧？对，然后我说你节约一点，不要那么大手大脚的。他总是说我喜欢买魔方，我喜欢买魔方，那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兴趣爱好。然后他总是拿这个跟我去比较，让我特别不理解。买魔方和买鞋能一样吗？我买鞋还穿脚上还舒服还好看呢，而且它魔方不是说我们平时见的那种9个格的了那种，就是什么样的都有，都是那种限量版的魔方，就摆在家里的橱子上全是。那东西那也不便宜吧，又不挡吃又不挡喝呢，你买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哎，所以我们说的是个消费观念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还有别的吗，小张同学？还有就是这2天他又开始买口红、买化妆品，他说那也是他的必需品，就让我特别不理解。我就说，你把这些钱攒下来，然后不要花你父母的钱不行吗？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吵。他老是说我花我父母的钱买这些东西，我父母打的钱也不多，就像是过生日啊发个红包这种。就唯独有一次是因为那一次没钱交房租了，我就跟我妈妈要钱，那是我唯一一次给我爸妈要钱，然后要了几千块钱交的房租。那你怎么不说原因呢？交房租之前你把那钱都买鞋了、买口红了，你如果把这钱攒下来的话，你还用问你父母要钱吗？不是，我特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管他的消费干嘛？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我们2个是情侣关系啊。情侣关系能管得着人消费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他的男朋友，他花你钱了吗？没有，没花你钱，你说得着人家吗？我希望我喜欢的是一个，那你找那个不花，按你那个标准去找嘛。这是我们现在看很多年轻人就这问题，不喜欢可以跑，一边这样说，哎呀，我们爱的要死，你们爱什么了呢？主要就是他喜欢跟我斤斤计较啊，然后我就别的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没计较什么？我没听出来他怎么跟你计较了呀？因为我说他总是不听啊。哦，你说他不听，所以你认为你们俩是斤斤计较？天哪！行吧，除此之外你们没矛盾了是吧？没有说很大的矛盾，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以前谈过恋爱吗？各位？你谈过，你呢？谈过。谈过，为什么分手啊？就是上大学了，然后就分手了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呢？不诚实。那你说嘛？就是前2天《前任》这个电影没看过啊？你说。然后特别火的时候，结果那天我搁他家洗衣服的时候，发现他那个外套的兜里有2张《前任》的电影票。你说你跟谁去看的吧？和一个普通朋友去看的。他不承认，那明明就是他的前任。跟前任看前任啊？哎呀，可以哎，是前任吗？就是说出来和个笑话一样。是前任吗？是前任，但是现在只是普通朋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解释什么，因为我们2个之间，她有她男朋友，然后我有我的女朋友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然后她那天正好是我休班，然后她给我发了个消息说你干嘛呢？我说我在家呢。然后他说那个陪我看个电影吧，买好票了。当时我没有考虑那么多，我就觉得反正在家也无聊，那就去吧。然后看完电影之后，觉得跟他看这个电影可能不太合适，然后回来我也没有跟他说，因为我怕他多想。不是，我没看过这电影，但是前任这名字听起来挺浮想联翩的。你们俩在影院里面什么感受啊？就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感人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。米娜老师看了是吧？我没看过，不是据说看复合了，好多都是前任吗？不，就你没复合吧？没有啊，你不带挑事儿的啊，没复合就行了。但是你为什么要跟前任去看个电影？就很奇怪。因为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就是他们就是不管是谁，无论是前任也好，还是普通朋友也好，就如果说让我帮个忙，或者说要让我陪他一起去做个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的话，我都会去做的。
然后我抹不开面子去拒绝别人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你没你女朋友坦荡，你女朋友特别坦荡的跟另外一个异性过了个生日，还发了朋友圈，人家发了朋友圈，而你却偷偷的跟前任去看了前任，你不承认。他不止和前任去看电影，哎呀，还有呢，你看看，就是天哪，他的微信里边他会经常和前任聊天，但是只是简单的寒暄而已啊。可是我作为你的女朋友，他如果和前任沟通比较密切的话，我会心里不舒服。最主要的是，你和前任去看电影了，我都没有去过呢。我这个电影我到现在都没有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事儿他就不对，他不能去陪他看。你那个前任也是，他为什么非得挑你呢？你为什么陪他去呢？因为他是前任呢，电影名字叫《前任》呢。可是这个电影人家又没卖票的，非得说必须前任才能进场。哎，跟前任是为什么分手的？我跟前任啊，就是因为很多性格啊或者是什么。哦，你今天来想怎么地啊？就是想通过各位老师的点评，然后让就是我们两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吧，能够更加明确一点。就是他现在没有把我考虑到他未来的规划当中，因为你不是留山东了吗？为他。但是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跟他父母提过交男朋友的事情。哟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毕业现在虽然说时间不短了，但是也不是很长。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。然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父母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还就是对未来很迷茫。是你们俩迷茫还是你迷茫，孩子？我迷茫，而且。现在不提不代表我一直不提，我是说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对方都稳定下来以后再说这个事儿。哦，什么时候是稳定啊？是他的工作稳定了，还是你们俩的情感稳定下来了？对，他一直没有给我一个答复，什么时候可以跟父母去说，然后我就觉得就特别没有安全感。那我觉得说这个事儿。得有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跟我父母，而且我觉得我想等，就像您说的一样，就是不论是工作也好，还是情感稳定了以后也好，可能是1年或者是2年。也就是说，你承认你们的情感和工作都不稳定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呀。也就是说，你还没打算铁了心的要嫁给他，只是交往。你说都出前任和前任去看前任了，我怎么办？啊，不要叫这个事儿不放啊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小事儿。所以今天来是要。一个明确的态度，是吧？对。行了，老师们看看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吧，怎么做调整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读书的时候应该都看过《偶亨利的麦琪的礼物》吧。2个贫穷的年轻人为了给彼此送礼物，一个人决定我剪掉我的长头发，为了给我的丈夫买一条表链，因为我丈夫有一块怀表却没有表链，而丈夫却想的是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送给我太太的，她有那么美的头发，而我又没有钱，于是我把我的表卖了，我去给她买一把梳子。好了，2个人交换礼物的时候，太太是短头发，手里多了一块表链，而丈夫手里却没了表，只有了一把梳子，而太太头上却没有地方可以插上那一把作为装饰用的发梳。这是一个浪漫的关于礼物的，关于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故事。而你们呢？你有着意志的喜欢的东西魔方，你有着关于美的东西鞋子，我都支持，我都赞同，我也都支持都赞同。你们不喜欢彼此在上面浪费太多的钱，为什么我支持？因为我希望你说出来的是不要用父母的钱去买鞋子，我挣，我现在只能给你买1双，我希望明年给你买2双。而女孩能够说，我也可以靠努力，也许我明年可以靠自己的钱，不是父母的钱，来满足我的20双鞋子，同时再给你买一个魔方。如果你们2个人能够互相督促自己成为更好的人，那么恭喜你们，你们在一起真棒。可是你们2个人在一块儿互相挑剔，互相指责，怕的是什么？怕彼此拉彼此的后腿。你们2个人如果此刻都不再去计较说我们的感情究竟是怎样的，都成长一点点，眼睛看别处，别再看彼此身上的缺点，可能你们的生活会来得轻松一点。谢谢米娜老师。来，乃馨老师。你说你们之间的爱情跟事业都不稳定，对吧？经济能力跟情感都不稳定，3年了都还不稳定，这也蛮奇怪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不稳定吗？因为你，或应该说你们，之前都没有存钱的概念，经济没有，爱情也没有，
而我说你们的时候，其实稍微呢客气了一点，更多的我觉得是你。你没有存这个概念。对。你一定是月光族，对吧？你的钱都花光的。要不然就用一点爸妈的，要不然就把自己的花光。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收入要给爸妈一点钱，对不对？我会给我父母买点东西，但是不会固定给他们一点家用，对吗？对。因为你还没有觉得你有责任奉养父母，你也很难觉得说我要存点钱，万一下个月有什么样紧急的开支，我可以不用跟父母借钱。你没有在计划未来，也没有在存钱，你也没有在存感情。你知道感情这件事情其实也跟存款是一样的。当两个人都做了一件像刚刚米娜老师说的让对方感动的事情，咱们就存了一点爱情基金。而吵架跟别的男生去吃饭，跟前任去看前任，通通都是爱情里面要花钱跟扣分的。那么你们的爱情基金够不够扣呢？如果你们根本没在存，一直都在消耗你们的情感去做扣分的事，你们的感情就会是负分嘛，你们的感情就不会累积到一个稳固的状态。所以3年还在风雨飘摇啊，毕业有的时候是一个关卡，正好可以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跟我一起再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有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考验，要不要换个伙伴继续往下一关走，还是同一个伙伴能不能换一个新的心态继续往前成长，这才是你们要想的。谢谢南星老师。来，小严老师。男生今天是向我们来要说法、要未来的，对吧？对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目前的状况来讲，没有办法往前走，因为你们还不能共同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、一个空间里。女生说：“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订了一家餐厅啊，我那么贵，我不去浪费。你订的是一家餐厅，你要是订的是一家酒店呢？也去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界限不清。男生，前任是你的一个普通朋友吗？大屏幕上放的是大电影，你们没有坐在那儿心里面在放过去彼此的小电影吗？没有那一帧帧的画面划过，没有一时的冲动，思念彼此，思念对方，甚至想要拥有未来吗？所以你们对于彼此都有所保留。关于你们的小爱好，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爱好，有爱好会让人很快乐，所以要支持对方。他喜欢高跟鞋，喜欢口红，很正常啊。口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但是对于男人来讲，口红只有一个颜色，就是红色。他也一样啊，各式各样的魔方，那是他心里的小梦想。一定要支持对方。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，关于未来，我觉得3年时间已经不短了，很多爱情很难坚持到3年，再谈下去，时间越拉越长，绝大部分人是很难走进婚姻了。因为结婚需要冲动嘛，所以这个男生很正常，他要一个名分。今天我建议你给，不是说跟他订婚或结婚，而是带他去见你的父母，见见家长嘛，也算是对于你们过去3年感情的一个见证和认可。然后在老人的督促下，你们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，去发展。我爱你，不是爱一个完美的你，是爱一个完全的你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小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如果他让你跟他去山西，你去吗？没有打算过。如果他今天不给你名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知道。我没有看到你们俩有互相疼爱的感觉，我也没有感受到你们俩想要努力的在山东，在你们那个地方成一个家。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他去山西？你说你根本没有这样想，那么你也从来没有想过，在你们现在的所在地，你是个主人，他是个外来人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城市，你是他生活的大部分。你没有想过，作为一个本地的女孩，应该如何去对待一个外来的男朋友？
我当年在湖南的时候，我也是个外来人，我老婆是当地人，她时常会在家里带饭给我吃。她知道我在那儿没有亲人，所以她非常试图的让我感受到我在那儿有一个家。虽然没有结婚，但她尽可能的感受到她的家就是我的家。但你没有这样的心疼。现在本来生活压力就挺大，她有这样的焦虑是很正常的。她其实想去见你的父母，我倒未必认为是一定要有一个名分。她想让自己知道我在这儿是有根的，我不是孤立无援的。但是你种种行为让她感受到，在那个地方，成家的希望遥遥无期。所以我觉得你是没有计划想要跟她成个家的。但凡是想要成家的女生，谁不存点嫁妆？更何况，在当地她是个外来人，所以你更要为将来要筹建的家，要多做一些贡献才是。但你只顾着玩儿。而对于男生来说，我估摸着这一段婚姻，在你心目当中的意义，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感情，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在这个城市的依靠。因为你很累，女方好歹是当地人，家庭生活条件应该还算可以。如果能够女方或者是女方的家人共同帮忙，这个家成立起来，会更为方便一些，会更快一些。因为你一个人，你感觉到力不从心，加上他又是那样的消费观，对吗？你和你的前任挑了一部那么特殊的片子，在那儿看。我不质疑你们之间有什么，但你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中，一定是在怀旧，而且这种怀旧越来越觉得你的现任女友是不如前任。如果现在是过得特别的好，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路，只有感慨。哎，你看我现在的女朋友多好，那是万万不会去看前任的，只会看现任。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每况愈下，越来越不如从前，人才会去怀旧。所以，我不觉得你们俩这3年的感情有那么统一的规划，以及对于将来的安排是一致的。甚至你都心里没有把这种所谓想要嫁人的事儿提上议程，而他很迫切的想要娶你的原因，他想寻找一种依靠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婚姻多少带着一点功利，而你对于婚姻基本上没有期待。那既然如此，何必在这个台上去指责对方的不是？60秒的时候想清楚，你到底将来怎么走？你也想清楚，你成家是因为爱他，还是想在那个城市落地生根？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一段恋爱谈了3年了，到现在为止连基本的关系都没有捋顺，你们先别急着说未来了，没有未来。女生其实给出了一个特别鲜明的答案，对吧？女生说：“我说你怎么样？情感也不稳定，物质也不稳定，都不稳定，只是2个人现在在一起，玩得比较开心。现在因为变了，所以玩都玩得不开心了。当然了，最后的选择是你们去选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从校园到社会，将近3年的时间，我们的环境不同，所以说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不同了。我希望，我们2个都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，去考虑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。否则，我们2个对彼此都是一种伤害。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，对彼此都不够支持，都不够理解。我现在对我们的未来也很迷茫。好，时间到啊！谢谢2位年轻人，来，请回，请回。好了，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祝你们幸福吧，找到喜欢的人，找到
你们合适的生活坐标，然后追求你们想要的幸福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男友在一起2年了，因为他父母反对我们，他就跟家里断绝关系，也没有了经济来源。我一直很努力为我们2个攒钱，也舍得给他花钱，但后来他越来越过分，把工作辞了，每个月就花我的钱。每次跟他吵呢，他总说是为了我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特别伤我心。我该不该分手呢？你要弄明白一个问题，他到底是因为你跟家里断了联系，还是因为跟家人赌气跟家里断了联系呢？其实爱情当中最可贵的不是为对方放弃了什么，而是为对方能创造什么。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，祝你幸福。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